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在我和沈然结婚的第3年，他的白月光林夕刚刚回国，就往我脸上扔了一张价值500万的卡。这是500万，请你离开沈然。我按耐住激动的心，坚定地对他说道：我对他是真爱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。沈然爱的是我，这是1000万，拿了钱赶紧走。密码：沈然生日。然后我在他错愕的眼神中真的拿着钱走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和沈然的相遇是在一次相亲，他彼时还是个小公司的职员，而我是一个小透明闲鱼经纪人，两人一拍即合。为了躲避双方父母的催婚，相处不到1个月就领了证。婚后生活还算和谐，沈然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才，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癖好。本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相安无事，直到上1年，沈然被公司裁员，他便萌生出创业的想法。他也算得上是一个可造之才，不到半年，公司就已经风生水起，而我也拿出了前半生的所有积蓄来支持他。眼看着日子应该越过越好，我也应该过上富太太的生活。就在前几天，他告诉我公司快破产了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原来我老公沈然有一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初恋，名叫林夕。当初林夕父母嫌弃沈然是个穷小子，强迫他跟沈然分手，随后移民美国。而他也因为林夕一直没再谈恋爱，再然后就是迫于父母压力与我相亲结婚。或许是我们的目的一致，他选择了我。我从他的手机发现，1年前他就跟林夕有了联系。他声称和我结婚是迫于父母压力，他并不爱我。在消费记录里看到他每个月都会飞美国陪林夕，沈然每个月都会给他打钱，少则几十万，多的能有上百万。我的视线停留在他们前几天的聊天记录。林夕，你和他离婚吧，我们结婚。沈然，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以为一切都有在变好。这几个月里，我感觉沈然对我比以前更好，时不时会给我下厨做饭，每一个节日礼物从不缺席。尽管与林夕的相比，这些礼物并不贵重，虽然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合作关系，但我也尽可能地付出了我的全部，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果然，男人有钱就变坏。我稍微打听一下才知道，公司其实没有倒闭，只是搬了个地址，而公司的账也被沈然悉数转移，对象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白月光林夕。姐，我去找人把他揍一顿吧，他也太不是个东西了。说话的这个人正是我带的一个小艺人顾怀初。顾怀初比我小5岁，人长得很idol，也很有才，就是不红。我觉得主要原因在我太咸鱼了，跟了我3年，我都没能给他拿到什么好资源。我总让他走吧，别跟着我了，可他就是不走，我手下就剩他了，别的都跑光了。不，你就别管了。我朝他瞪了一眼，暗示他别乱来。不会吧姐，你还想跟他在一起啊？顾怀初看着我，一脸鄙夷，按我说，姐你长得好看，还年轻，离了他什么男人找不到？看我没什么反应，他继续低语，其实我长得真挺好看，当初还进过一个女团，就是后来接不上通告，被迫解散了，后来就转做经纪人了。至于年轻，我今年也27了，不过也是正值青春年华，离婚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小屁孩别管大人的事。心情释怀了不少，但是还是得直视问题。我得装作什么也不知道，把我该得的1分不少的拿回来。至于人，谁爱拿走拿走。傍晚我早早的回家做好了饭，
还包了一个老鸡汤。沈然7点才到家，你吃了吗？我饭才做好，一起吃点吧。沈然一进门我就朝他喊道。显然沈然有点错愕，我做饭很好吃，但我不常做饭，偶尔过个节我会亲自下厨。还没说罢便洗了手，盛了一碗饭坐在了我的对面。公司怎么样了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撑不下去了，我能从头再来，就是对不起你。他说着说着，眼睛还有点湿润。要不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，我也该被他精湛的演技折服。吃完饭我就到楼下给李媛打了个电话。李媛是我的大学室友，也是我的闺蜜。李媛，明天把公司账目明细表给我发一份。好，当初李媛要跳槽，而公司也需要一个出纳，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进了沈然的公司，准确地说是我们的公司。这件事沈然不知情，而我们也从来没见过对方的朋友。拿到报表的那一刻，证实了我的猜想，几乎所有钱都被转移了。这一年足足赚了有1000多万，正想着怎么搜集证据打官司拿回我应得的那部分，沈然的白月光林夕就回来了。此时他正坐在我的对面，不得不说林夕长得真的好看，俨然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。他趾高气昂地看着我，掏出了一张卡，这是500万，请你离开沈然。我按耐住激动的心，坚定地对他说道，我对他是真爱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。沈然爱的是我，1000万多了没有？拿了钱赶紧走。密码，我把卡放到包里。林夕震惊了，他本以为我该是个很难对付的人，没想到就这样解决了。他一脸蔑视，沈然生日，这点钱就能把你打发了，你可真廉价。好吧，富家千金果然不同凡响，视金钱如粪土，不像我这种俗人。1000万，我拿到我该拿的，够了。我故作伤心，既然他的心里没有我，纠缠下去又能怎么样？我放过他了。林夕笑了笑，算你识相。要说我难过吗？还是有点，即使是朋友的背叛都会难过，更何况还是待在你身边3年的合法丈夫。但是我还是很看得开的，才发现金钱才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。这几天沈然都没回家，或许去陪林夕了吧，我也不在乎，就想快点把手续办完。这天中午，我请假在家，想着收拾东西，还没开始就听到了开门的声音，是沈然。他一脸疲惫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眼神里倒是有那么几分留恋。他径直走向我，宋妍，我们离婚吧，你不能跟着我一起受苦。沈然眼神里真的有几分愧疚，或许是对绿了我而愧疚吧，想想真是可笑。这3年我跟着他过上了什么好日子，到头来拿着钱绿了我，跟白月光你侬我侬，我也不想跟他装了。好，随即签上了我的名字。他有点错愕，没想到我这么冷漠，怔怔地看着我。你不看看里面的内容吗？不用了，房子留给你，今晚我就会搬走。我转身就拿起行李箱，开始收拾我的东西。我的东西不多，这3年为了支持他创业，衣服都没买几件，看着空荡荡的衣柜，有些心酸。剩下的你帮我扔了吧。我收了一些重要的东西，那些他给我送的小玩意都没带。沈然一言不发，看着我走出了大门。我拿出手机给李媛打了个电话，媛媛，我无家可归了。李媛很快就开着他的甲壳虫把我带到了他家，一进门他就给了我一个结实的拥抱。我这里你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。李媛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出来住，他租了个1室1厅，还算宽敞。走走走，我请吃饭，开启人生新篇章。我拉着李媛就要往外走，把顾怀初一起叫上。我继续说道，
没过多久，我们就到了本市最高档的餐厅。顾怀初好一阵才道：“宋妍，你发财了呀，带我们来这吃饭。”李媛看着菜单的价格惊呼：“对，姐发财了，从今以后姐只专心搞事业，绝不搞男人。”我端起桌子上的白开水，激情发言。顾怀初看着我，眼神有些复杂，好像还有些心疼。不许这样看我，我很好，从今以后，姐一定会把你捧红。顾怀初笑了，露出了他的小虎牙，笑得很明媚。我想，我的以后也该是像他的笑容一样明媚。来，想吃什么就点，不用给我省钱。说实话，此情此景，我还是有点伤心。姐，别喝了。顾怀初抢过我手上的杯子，别闹，快给我。正当我想要去抢的时候，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是沈然。我一转身，果然看到了沈然，而他对面坐着的正是林夕。沈然看到我一愣，神色慌张，很快就调整了过来。我看着他，眼睛有些湿润。这些年，沈然从来没给我送过什么像样的东西，更是不会带我到这里吃饭。难过不为别的，就是想到那些年傻逼的自己，有些不值得罢了。顾怀初就要冲过去打沈然。顾怀初，回来！我呵斥道。整个餐厅的人都往我这边看，沈然、林夕也不例外。我拉着顾怀初的手走出了餐厅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一心扑向工作。再见到沈然是在2个月后的今天。这次去试戏，给我认真点。我好不容易给你抢来的机会。我一边给顾怀初整理衣服，一边叮嘱：“你就这么想我红吗？”顾怀初一本正经地问我：“废话，你能赚钱，我也能赚钱。一本万利的事情，你不想，你想那我就想。这个试戏机会是我陪了好几场酒拿来的，还险些遭遇咸猪手，好在同桌的一个女生替我解围。而今天我带着顾怀初到商场买衣服，毕竟见投资人，在穿着方面可不能太马虎。好，就这件，给我包起来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女声，是林夕。等一下，服务员，这件衣服还有吗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件衣服限量100件，这件刚刚好是店里最后一件。柜姐认真解释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你看这件衣服能不能让给我呢？”林夕朝我走来，我还没开口，他又继续说：“过几天就是我和沈然订婚的日子。行，那祝你们幸福美满。衣服而已，既然要再婚了，那就给他们送个新婚礼物，不算过分。”我拉着顾怀初就要走，顾怀初还想说些什么，都被我拦下了。还没走几步，我就听到身后柜姐传来的声音：“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你的卡里余额不足。”怎么可能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一转身就看到林夕一阵青一阵红的脸。不应该啊，5万的衣是挺贵的，但是对于林夕来说不至于。谁不知道沈然的白月光林夕是个富二代，只是之前的我不知道。随即林夕打了一通电话，沈然就风尘仆仆地赶来了。看着好戏就要开演，我们不急，就找了个沙发坐下来喝喝咖啡。2个月不见，沈然变得有些沧桑。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我和顾怀初，顾不上寒暄，就急忙去关心林夕。他们说这卡里没钱。林夕朝沈然撒娇：“这卡前几天我拿着去公司周转了，我们明天再买，好吗？”沈然朝他解释。林夕气得瞪了我一眼就跑了。沈然急忙追出去。难道林夕不知道沈然现在应该是没钱了？不过也没关系，吃软饭沈然在行。姐，你不会还喜欢他吧？想什么呢你？他在我这早就翻篇了。我拍了一下顾怀初的头，这衣服就不要了，看上什么别的，我给你买。我对顾怀初说道。不用了，我衣服很多，保证不给你丢人。行。
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。顾怀初也算争气，一下子就拿下了男一。虽然是个小投资网剧，但是剧本不错。临开拍我才知道，当初那个试图潜规则我的导演换了，真是老天开眼。顾怀初凭借着这部网剧小火了一把，微博粉丝从20万涨到了100万，还有持续上涨的趋势。而我在公司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了不少，从前那些踩我的人都对我阿谀奉承，这更让我坚定了要走的心。许源，你真不来我公司？我一边敷着面膜，一边说，不去，我要留在那当卧底。公司黄了，我去找你。你还别说，最近公司注入了一笔资金，虽然不多，但是也够公司正常运转。许源对我说，应该是林夕的钱。1个月前，我从前公司辞职了，开了家经纪公司。顾怀初选择跟着我走，签了2个新人，还想着把许源挖过来。叮的一声，手机传来消息，顾怀初，宋妍。宋妍，哎呀，祖宗，你就体谅体谅我吧。顾怀初，有我还不够吗？我能给你赚很多很多的钱。宋妍，我保证，我只对你负责，别人不归我带。一猜就知道，顾怀初是为了我刚刚招的2个小鲜肉不满。谁让他们长得这么好看？要不是他们不火，我也签不上。我可不能让美玉埋没。不过他们确实不归我管。公司现在也有专业的经纪人，这个公司我投了200万。我可不做亏本生意。我陆陆续续的又给顾怀初接了1部电视剧和1个综艺。那个综艺我不去。顾怀初坐在新买的跑车上对我说，我坐上他的副驾驶，赚点钱就乱花。你知道我这可是我为你跑前跑后跑断腿才接下的，你为什么不去？你让我上恋爱综艺，你怎么想的？顾怀初一边抱怨，一边一脚踩下油门，车瞬间加速。你疯了是不是？你不要命我还要命。恋爱综艺有什么不好？热度高，或许还能找到个你喜欢的人，何乐而不为？顾怀初看着我，眉头紧锁。随你。就这样，顾怀初还真上了那档综艺。如我所想，果真吸粉无数，还跟李玲成了国民 CP。李玲是新生代小花中比较有潜力的，人长得也好看。就这样，顾怀初的身价更是水涨船高。这天，我在公司处理一些工作，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是经济纠纷，是沈然起诉的，让我归还属于他的500万。我真的气笑了，他这么有脸，当初为了让我净身出户演了一场好戏，现在还敢在我面前出现，是软饭不好吃了？我当然应诉，最后我大获全胜。出于人道主义，判我赔偿沈然20万。现如今，我的身价远不止1000万。我旗下的艺人说不上大火，但是钱还算赚了不少。我拿着顾怀初给我准备的卡，就这样扔在沈然面前。宋妍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既然你和我撕破脸皮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好好回去守着你的白月光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不然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林夕当初离开他就是因为他不上进，后来发现他是个潜力股，那1年里给他挥金似土，才又回来再续前缘来了。可林家早已不像当初，林夕父母也因为林夕嫁给沈然这件事和林夕闹翻了，而林夕的积蓄全都投进去了。难怪沈然没脸没皮的来找我，1000万买了这么一个男人，真蠢。刚刚解决完这件事，又出事了。有人拍了那天我上顾怀初车的照片，而且发到了网上，被鼓励 CP 大粉扒了出来，被 CP 粉和女友粉一顿扒一顿骂。网友：经纪人能离我家哥哥生活远一点吗？网友 B：宋妍给我滚。
网友 C： 李玲这个嫂子我可以认，宋妍给我滚。网友 D： 抵制不专业的经纪人。我看着网友群情激愤，有点头疼，还是让人发了篇澄清，称我们当时在谈工作，虽然已经做了回应，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。我想着就这样冷处理吧，没想到冷着冷着还给我冷出事来了。你是不是有病？顾怀初，你发的微博几个意思？什么叫你的感情你自己做主？你这不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吗？我对着手机那头的顾怀初大吼。顾怀初显得有些低落，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：宋妍，我喜欢你。我听着这晴天霹雳的消息愣了一会，随即立马挂了电话。我脑子一片混乱，我靠，当红小生爱上我，这是什么狗血剧情？这么说来，网上骂得挺对，我还真不是个专业的经纪人。不知怎地想到顾怀初，我的内心还有些羞涩。羞涩？我一个奔三的人，怎么还羞涩起来了？就这样，网上又掀起一阵群嘲，还把我早年女团的陈年底裤扒出来了。网友 A： 一个胡咖也敢肖想我哥哥。网友 B： 你别说，你还真的别说，宋妍还挺好看的，不输李玲。这条底下有好多楼中楼，有支持的，有反驳的。楼中楼呗，瞎了就去看病。我家灵儿最美，抱走我家女儿。我真的一个头两个大。这几天我都在躲着顾怀初，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心态出现在他面前。没想到顾怀初堵在我家门口。宋妍，你什么意思？顾怀初一脸傲娇。我这不是忙着工作吗？我越说越心虚。我说我喜欢你，我知道，我们公司不允许办公室恋情。我有点小声地说。什么时候有的破规定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顾怀初气得脸通红。我刚刚加的。行，那我走，行了吧？不会吧？我的摇钱树要走。我脱口而出。不行。顾怀初一脸坏笑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看着顾怀初的脸，沦陷了。暗骂自己不是人，既然骂声我都承担了，那谈个恋爱不过分吧？咱们可以地下恋。我看着顾怀初，缓缓说出了我的想法。顾怀初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喜悦之情难以言表，抓着我就往我嘴上亲了一口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又继续亲了一口。我赶忙推开他，脸有些发红。有狗仔，那我们就公开。我惶恐，先不说我们能走到哪，但是公开肯定是百害无一利的。女友粉不得把我祖坟刨了。就这样，我看着手机上一个备注着宝宝的对话框，爱你，明天见。这个备注还是顾怀初缠着我改的，他备注我是老婆。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叫他老公的场景，他就退而求其次改了宝宝。网上的流言蜚语，沈然当然也知道。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沈然，当初你就是因为他跟我离婚的事吗？你要不要脸？你绿了我你不知道，你失忆了。沈然，宋妍，我错了。我自从离婚了，我才发现我早就爱上了你。我跟林夕早就该过去了。听着沈然的话，我笑出了声。你和他在美国逍遥了1年，那时候你怎么没发现？别来烦我，我也不是什么善茬。你说的这些话林夕知道吗？随即就挂断了电话。刚刚挂断，手机又响了，我以为还是沈然。你有病吧？顾怀初有些生气。你说谁呢？你刚刚在跟谁打电话？一直忙线，为了不节外生枝，就随便找了个借口。这些天相处下来，顾怀初就是个醋缸。果然，弟弟就是粘人。沈然刚刚找过我，林夕又找上门来了。来者不善，他一坐下就说：“你是不是全都知道？知道什么？知道他跟你出轨？”林夕脸色有点难看，
所以你是故意来算计我。你知道的，那些钱是我应得的。从他的口中得知，后来沈然把他的积蓄全花光了。现在公司运转虽然正常，但是沈然早就不像那个时候每个月给他转几十上百万。废话，他那时候在转移财产，和我离婚以后又继续跟白月光结婚，那钱还不是他的吗？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林夕高估了沈然的财力，急着花了1000万把我打发走。我并不可怜林夕，这是他自作自受，作茧自缚。从那以后，我更全身心投入工作，偶尔谈个恋爱。和明星谈恋爱是真够麻烦的，看个电影还得看午夜场，人少，要不我们公开吧？顾怀初一脸严肃，我不想你受委屈。不委屈，不委屈，我连忙说道。顾怀初现在看起来倒是很委屈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网上竟然有一群人磕起我跟顾怀初的 CP， 还开了个超话。我点进去看，人还不少，有一个10级选手每天打卡，网名叫 Cassie， 这网名莫名有些熟悉，里面还有不少物料，都是我跟着顾怀初出席许多活动的生图，拍得不错。我一边欣赏着自己的美照，一边看着他们的赞美，心情很美丽。当然也有不少鼓励粉来这个超话黑我，无一例外，底下都有那个 Cassie 的留言，律师函已发。当然没什么人搭理他。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就被许源喊醒，你快看微博热搜榜第一。我抓起手机就打开了微博，热搜第一，致宋妍的道歉信。我点进去一看，洋洋洒洒地写了3000字，情真意不切，简直令人发指。这不就是昨天黑我那个网友吗？这条道歉信之所以能上热搜，还是因为李玲。李玲点赞了以后又取消，但是还是被别有用心的营销号大做文章。就这样，我又被网暴了好几天。李玲是故意的，她还找上门来了。你配不上顾怀初。李玲一进门就趾高气昂地朝我说：怎么？你配得上你去配，要不然你也给我1000万。我自动退出。他被我说的话气得脸都绿了，还没来得及坐下就又走了，真气呀！我办公室就像菜市场，谁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看来得招2个保安。顾怀初一进门就看到气鼓鼓的我，怎么了？谁惹你不开心了？你那正牌女友李玲找上门了。她什么狗屁正牌女友？我只有你这个女朋友。顾怀初抱着我就亲，像只大狗狗。顾怀初亲得有些生涩，只是在吮吸我的嘴唇。我的舌头趁他张开口之际钻了进去。顾怀初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。当他把舌头伸过来的时候，我用力一咬，疼得他大叫：宋妍，你个狠心的女人！我哈哈大笑，看着他涨红的脸。顾怀初，不会吧？这不会是你的初吻吧？他的脸更红了。我继续打趣道：我是你初恋。没想到顾怀初羞涩地点了点头。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？迫害纯情少男，想想有些罪恶。这天我又接到沈然的电话，沈然在电话那头哭了。他说：宋妍，我不求你能原谅我，但是看在往日情分上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有话直说。没事，我挂了。别，我就想找你借点钱，公司实在周转不开了，求你救救我吧。着实可笑，我可不是什么以德报怨之人，我没在这个时候踹他一脚就不错了。你老婆知道这个事吗？我听说你岳父可是林建生，你不找他你找我。林夕我联系不上了，只有你能救我，我不可能帮你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沈然听见这句话也顾不上脸面，破口大骂：别以为攀上个有钱人你就了不起，你那些钱都是我赚的，你凭什么一个人拿走？
感情牌无望了，就开始破罐子破摔了。你赚的，公司的起始资金是我投资的，我拿了100万，期间公司赚了多少，你心里有数。公司成立初期，还是我兼职给你跑业务，我只是拿了我该拿的。这1年多，公司至少赚了1700万，有很多都被沈然拿着给林夕花了。我虽然是个咸鱼，但是在创业前期，我出钱出力，做的贡献不比他少1分。公司步入正轨，就想把我一脚踹开，和白月光共续前缘，真是想得够美的。沈然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我当下就挂了电话，把他拉黑了。再见到沈然是在我家楼下。自从工作步入正轨，忙起来以后，我就在公司附近买了个2室1厅，许源偶尔也来小住。而此刻顾怀初开着他的迈巴赫送我回家，一下车就看到了沈然，他蹲坐在花坛边上，看到我马上站了起来。顾怀初搂着我走向前，宋妍，我错了。沈然说着就要拉我的手，顾怀初一拳把他打倒。够了！我大吼。顾怀初停了下来，沈然也站了起来。你要是还来招惹我，我不介意给你老婆打电话接你回家。我一脸嫌弃地看着沈然，我和林夕离婚了。沈然一脸颓废，像一只丧家之犬。哦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才发现我爱的是你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就能回到以前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觉得你现在有哪一点配得上我？2婚？哦，不对，这次是3婚，况且还是个穷光蛋，婚内出轨，一个不自爱的男人，有哪点值得我喜欢？幸好咱们没睡过，不然我真害怕得病。或许是这些话把他最后的一丝人性泯灭了，他冲上来就要打我。顾怀初把我护在身后，跟他扭打在一起。我打电话报了警，警察很快就到了现场，给我们录了口供。由于有监控，而且是沈然先动的手，没一会我们就能走了。而沈然因为寻衅滋事，行政拘留15天。沈然最后还隔着铁窗朝我挑衅。宋妍，我不好过，你休想好过。行，我等着。说完就拉着顾怀初走了。宋妍，我们结婚吧。顾怀初在车上跟我说。我有点惊讶，谈恋爱是谈恋爱，可我从来就没想过结婚。有钱又自由，不要太爽好吗？之前那段失败的婚姻让我爸妈知道，结婚并不是最好的归宿，也就再也没提让我结婚这件事。你不会没想过跟我结婚吧？顾怀初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。你还小，结什么婚？况且我们连家长都没见过你就跟我求婚，你不会就这样让我嫁给你吧？我打着马虎眼，果然听了我的话，他没再提结婚的事了。他过了好半晌，又继续说道：宋妍，我是认真的，我喜欢你5年了。顾怀初真诚地看着我，从你当初女团出道那年开始，我就是你的粉丝。你努力、漂亮、乐观，都在吸引着我变得更好，只有那样才能配得上你。我有点呆住，我还以为顾怀初对我是日久生情，一时兴起。听到他那么说，我更不知如何开口了。当我努力来到你身边的时候，发现你结婚了。我深知他配不上你，但是只要你幸福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。可是上天还是站在我这边的，你离婚了，还成为了我的女朋友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放开你。听着顾怀初深情的表白，我有点害羞起来。你那时候就是一小屁孩，你懂什么叫喜欢？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最盛大的求婚。顾怀初把我抱在怀里，你别乱来，我警告着顾怀初。没等顾怀初做些什么，我又上热搜了。宋妍顾怀初聚众斗殴，这些营销号真的有够离谱的。正当防卫叫什么聚众斗殴？
当然我又被扒了，这次不只是我，还有顾怀初。我们俩约会的照片被传出来，引起一阵群嘲。只是嘲的只有我。再怎么，我现在也是个有颜有钱的成功人士，好吗？怎么就配不上顾怀初？怎么就不是他抱我大腿？刚刚想开个会商量对策，李玲发了一个声明，她说她与顾怀初是男女朋友关系，还发了一个聊天截图。李玲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。顾怀初，这无疑是火上浇油。一瞬间，宋妍小三的词条冲上第一位，连带着我旗下的艺人也没能放过。所到之处，寸草不生。我也不知道截图的真伪，不敢随意发声。自从那次热搜之后，我的微博涨了许多粉，现在已经100万了。当时想着黑红也是红，反正没什么实质性的伤害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他们连我父母地址号码全人肉出来了。我一个劲的打顾怀初的电话，一直没有人接。shit！ 我破口大骂：姐，你快看热搜！我的助理跑进来跟我说，我看了，不是，是最新的。我拿起手机刷新，就看到那条顾怀初官宣。我一点进去就看到顾怀初发的我们在一起的第1年宋妍，然后又发了一条是和李玲的对话截图。李玲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。顾怀初，我不喜欢你，我有女朋友。李玲，是宋妍吗？顾怀初，知道真相的网友开始倒戈，一边倒的骂李玲。相比李玲的这一操作，我是顾怀初女朋友这件事好像也不是那么不能接受。从那天以后，李玲就退网了，而我的工作也逐渐步入正轨。我手下还是只有顾怀初一个人，钱虽然是赚不够的，但是我现在足够有钱，倒是想念起以前闲鱼的生活。我给顾怀初接了一部电视剧，一部电影，这使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从出道到现在，顾怀初的作品不多，除了当初那个小网剧以外，别的都是大制作，很有分量。顾怀初，我想去马尔代夫度假了。我躺在顾怀初的怀里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好，很快了。顾怀初把我搂得更紧，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。半个月后，你说你来拍写真，我化什么妆？我对许媛抱怨道：姐妹写真，你懂不懂啊？这什么地方？正规的吗？我看着这陌生的环境，有些疑惑。包你满意。许媛拍着胸口向我保证。我就这样被化妆师摆弄，过了2个小时，终于弄好了。还别说，真的好看。化妆师不仅给我化了妆，还烫了个发型。那，给你，去换吧。许媛拿着一个盒子递给我，我打开，里面是一条酒红色包臀长裙，配了一双黑色尖头高跟鞋。哇，宋妍，你真好看！许媛看着换好衣服的我惊呼。闭上眼睛，跟着我走。许媛拉起我的手，这么神秘，你在搞什么？想到今天许媛种种怪异行为，我好像有点后知后觉，但我还闭上眼跟着许媛走。到了，睁开眼吧。我一睁开眼，就看到一片火红，面前是一片大草坪，身后是海，草坪上面摆满了我最爱的弗洛伊德。我看到站在最中间的顾怀初，那么耀眼，一如当初我见到他的第一眼。他缓缓走向我，在我面前跪下。宋妍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没等我说话，一堆人走出来起哄，愿意，愿意。等到走近我才看清，是我的父母，还有一些亲戚，有些不认识的，想必是顾怀初父母。我愿意。如果婚姻注定是一场赌博，我愿意把赌注下在顾怀初身上。顾怀初狂喜，一把抱住我，你今天真美。还没等我沉浸在这个喜悦当中，许媛慌慌张张地说，
你结过婚的事被人报到了网上，现在已经到了热搜第一。不用怕，有我在。顾怀初拉着我往外跑，不一会就到了民政局。不到半个小时，我们就领了证。顾怀初看着我们的结婚照傻笑，然后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，随后就鼓捣了一会手机。叮，我的手机传来推送，我点进去看，热搜第一、第二分别是顾怀初结婚，顾怀初退出娱乐圈。你疯了！我还没点进去看，就对顾怀初说：“我没疯，我刚刚想抢过手机，把微博删了。”手机又传来推送，顾氏集团二公子结婚。我点进去看，就看到顾氏集团官博转发顾怀初官宣结婚的微博。至此，舆论彻底反转，大家纷纷跑到我微博底下祝福。而我们 CP 超话也火了一把。顾氏二公子是你？对，就是你老公我。我靠，我何德何能啊！本以为只是个帅弟弟，现在直接变成高富帅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我老公。你藏的也太深了吧！你欺骗我感情，我骗你什么了？你骗我！话还没说完嘴就被堵上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在1个月后办了婚礼。最后一次见到沈然是在我婚礼上，她神色黯然，早就没有了昔日那般精致，彻底沦为丧家之犬。现在我们正在马尔代夫度蜜月，我躺在顾怀初怀里，摆弄着他的手。你跟李玲什么关系？我问顾怀初。小时候的娃娃亲，做不的数，也就是说，他也是个富二代。果然有钱人就是洒脱。说不干就不干了，那导演不会也是你换的吧？不然呢？你有这能力，你还让我陪了那么多酒。我气鼓鼓地说着，就要挣脱他的怀抱。老婆，我错了。顾怀初一手把我捞回去，一边亲一边撒娇。所以那个 Cassie 是你？我说，怎么这么熟悉？这不是我女团期间的大粉吗？对，什么意思？顾怀初爱宋妍。还有什么瞒着我的？老实交代。没了。说着就要上手脱我的衣服，我一个翻身把他压在身下，用手从脸一路往下摸，到了腰那里停下了。顾怀初满脸害羞地看着我，我伸手把他的皮带解下，就这样不动了。顾怀初急了，把我压在他身下，就要脱我的裤子。啊！顾怀初，你给我温柔点！我疼得大叫。虽然我是个老司机，但是其实我并没有实战经验。好，顾怀初在我耳边喘气，一边说：“或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，沈然和林夕的相遇不是巧合，也不是缘分，他们的相遇是顾怀初安排的。而林夕那么相信沈然的财力，也跟顾怀初脱不了关系。”当然，他最初只是想考验一下沈然，很可惜，沈然并没有通过考验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